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我现在在山东省蒙阴县，今天带大家去探访一下70年前的孟良崮战役遗址。1947年5月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役——孟良崮战役。在这一场战役中，陈毅、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势，一举歼灭了国民党5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指定的典范部队整编第74师，并当场击毙敌方指挥官中将师长张灵甫。75年后的今天，孟良崮战役遗址还在，如今什么样了呢？点击有用3连，我带大家去探秘吧。孟良崮，沂蒙72崮之一，传说因杨家将中的一员大将孟良曾屯兵于此而得名。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激战，让孟良崮一战成名。眼前是孟良崮战役遗址的入口处，广场上竖立着一组雕像，刻画的就是当年战场上我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场面。1947年3月，国民党方面集中了45万兵力，气势汹汹地对山东解放区展开了重点进攻。我华东野战军投入兵力27万余人。5月，张灵甫率领的整编第74师自朵庄、桃墟地区进攻坦布，不料反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与其配合的第25师、83师的联系，切断南撤后路，逼入孟良崮。此时，张灵甫顽强抵抗，妄图中心开花，四面反包，消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。华野则在国民党援军纷至沓来的紧急军情下，来了一个猛虎掏心，全歼了整编第74师。入口广场旁侧是一个武器展览区，这是一辆敞篷的军用车，旁边是一辆老式的3轮摩托，这些大概都只在电视里看过吧。前方是一架银色的战斗机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，懂行的朋友可以猜一猜它是什么年代的什么机型。这一架军绿色的是运输机，运输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当年张灵甫被围困在孟良崮上，与我军激战了几天几夜以后呢，粮食、弹药等补给几乎已经耗尽了，却没想到由于地形等原因，蒋介石派运输机空投的弹药、罐头和香喷喷的馒头，大部分都落入了华野的阵地上，真没枉费老蒋运输大队长的称号。这边还有2枚白色的导弹，当然这些都是已经被淘汰下来的东西了嘛。经过武器展区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展翅欲飞的和平鸽。和平鸽下方的石碑上刻着4个大字“和平万岁”，下方基石上镌刻着孟良崮战役遗址字样。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永远不要忘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自于革命先辈们抛头颅、洒热血的无私付出。再往里穿过眼前的石牌坊，就是进入当年孟良崮战场的路了。所谓崮，其实是一种奇怪的石头山，这种山顶部平坦，四周却陡峭异常。虽然现在作为景区都是铺设了石阶梯的，但是山路也还是险峻难行。可想而知，当年这样的地理环境下，战士们冲锋杀敌是有多么的艰辛不易啊！第一站，我们来到的是战地军械残骸区。这些是孟良崮战役现场留下的军械残骸，仿佛瞬间把我们拉到了激烈的战斗现场。当年整套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为何在此全军覆没？其实从这儿可以见到端倪。这里的地形陡峭崎岖，山道狭窄又多石头，重型武器诸如装甲车、坦克等根本上不来，这就让74师在装备方面的优势消失殆尽。沿山路前行200米左右，前方路边有2块巨石巧妙地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天然庇护所。你可能想不到的是，这竟然是一个战地救护所。这是74师的临时救护所。看看洞里面，空间狭窄，非常简陋。靠近门口处坐着一个轻伤员，往里一个女护士正在救护重伤员。真是战争无情啊！继续前行。
此时此刻，孟良崮上异常安静，谁能想象出75年前这里的战火纷飞，硝烟弥漫？你更无法想象的是，眼前这块巨石竟还留着当年的弹痕，它叫弹基石。1947年5月16号，华东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孟良崮发起总攻时，密如雨点的子弹射向孟良崮。此处周围石群被我军子弹击中，如今弹痕竟犹在。孟良崮战役的艰苦和激烈程度难以形容。整编第74师是老蒋的王牌部队，指挥官张灵甫更是老蒋的得意门生。久经沙场，敌我双方每一阵地都经过反复争夺，有的阵地得而复失，几次易手。外围敌方的各路援军又步步紧逼。面对如此紧急的军情，陈毅粟裕沉着指挥，加速猛攻，战士们斗志高昂，勇往直前，终于在援敌赶到之前迅速歼灭了74师。这个地方就是我军当年欢呼胜利处。最后带大家去看看张灵甫被击毙的地方。1947年5月16号，我军全面攻下孟良崮，敌方指挥官张灵甫无奈躲进这边的山洞当中，可以说是走投无路。眼前这块巨大的岩石就是张灵甫当年躲藏的石洞，由于自然风化，大洞现在已经坍塌。当年张灵甫就是在这个洞里被击毙的。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，他在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，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成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。群山的最高处矗立着孟良崮战役纪念碑，纪念碑的3把尖刀分别象征主力华野、地方部队和民兵，下方的红色围墙则象征着人民群众。在此，让我们向英雄致敬。感谢收看，喜欢我请关注点赞。